我是范蠡，中国几千年权力游戏里唯一的赢家。那些最顶尖的玩家，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帮老板打下江山之后，结局都差不多，要么鞠躬尽瘁，类似岗位殉职，要么战战兢兢，防止兔死狗烹。这几乎成了顶级谋士的宿命。你智慧越光芒万丈，你的影子就越让老板睡不着觉。但有一个人，他打破了这条铁律，他设计了一场历史上最完美的复仇，把一个小国从亡国边缘重新打造成超级赢家。然后在庆功宴的酒香还没散尽，所有人的赞美达到巅峰时，他拍拍屁股走了。不是低调隐居，而是换了名字，换了地方，重新创业。结果3次成为全国首富，又3次把财富散尽。最后他活得比谁都长，比谁都自在。连司马迁写史记给他单独立传时，笔尖都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羡慕。这个人就是范蠡。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功成身退4个字那么简单，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是怎么在彻底玩赢了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权力和财富游戏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并且让游戏规则本身看起来像个笑话的。要理解这个终极操作，我们得回到一切开始的那个夜晚，一个冷到骨子里的耻辱之夜。公元前494年冬天，会稽山没有浪漫的雪景，只有战火烧过的焦土味儿，混着血腥和恐惧，钻进每个人的鼻孔。越国5000残兵像被猎狗围住的兔子，蜷缩在山坳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惨败，输掉了国运，也几乎输掉了未来。山顶上，吴国大军的火把连成一条狞笑的光带，而他们的王勾践正披散着头发，赤着脚跪在吴王夫差的马车前，泥土钻进勾践的脚趾缝，冰凉刺骨，他的手指深深抠进身前的泥地里，颤抖着。这不是愤怒，是绝望。身后的群山像巨大的坟墓，而他正准备成为这个国家的陪葬品。君王死社稷听起来很悲壮，对吧？可此刻的勾践满脑子可能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死？能稍微体面点？是自刎，还是等敌人来砍？就在他手指用力，几乎要抠出血的时候，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那只手很稳，稳得不像身处绝境。手的主人范蠡就跪在他身侧，他没有看勾践，而是看着眼前被勾践抠过的泥土，声音低得只有2人能听见：大王，泥土能埋人。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拂过那些潮湿的土粒，也能种粮。这句话像一颗种子，砸进了勾践近乎冻僵的脑子里，也砸进了之后20年的历史土壤里，最终长出了一株叫卧薪尝胆的带着血腥味的奇异果实。但此刻没人知道未来，他们只知道亡国就在今夜。好了，场景钩子抛出来了，但别急着看范蠡怎么救场，我们得先往回倒带，看看这个在亡国关头还能琢磨种地的怪人，到底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春秋末年不是什么浪漫的武侠世界，那是个超级大乱斗的丛林时代。周天子那是吉祥物，摆着看的，真正的游戏规则就一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今天2国国君还握手言欢，明天就可能发兵把你家给扬了。什么仁义道德，在灭国的现实面前，经常薄得像纸一样。在这个人人想当大鱼的时代，我们的主角范蠡却显得有点不务正业。他是楚国人，出生在宛地，那地方出人才，但别人家孩子读书是为了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求个官做。范蠡也读书，但他读的东西比较杂，他对着星空能看一晚上，不是在附庸风雅，而是在琢磨今年雨水多不多，会不会发洪水。他逛市场不买东西，
就蹲在路边看商人讨价还价，心里默算，从齐国贩盐到楚国，除去路费、损耗、打点关卡的茶水钱，到底能赚几成？别人谈论《诗经》里的关关雎鸠，他在想，要是两国打仗，后勤粮道怎么设置最省力？别人争论孔子说的仁者爱人，他在计算战场上死一个青壮年意味着多少亩地没人种，几个老人孩子会饿死。用现在的话说，这人有点轴，还有点跨学科天才的苗头。他不信那些空泛的大道理，他信看得见、摸得着、能算得清的东西，天时、地利、人心，还有粮食。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主流求职市场其实不太吃香。你跑去跟国君说，我能帮您算清楚打仗的成本收益比，国君可能觉得你是个账房先生，上不了台面。真正的大才得会谈战略，谈王道，谈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具体要花多少钱，死多少人，那是下面执行的人该操心的小事。所以早期的范蠡有点怀才不遇，在老家当了个不痛不痒的小官，整天琢磨些奇技淫巧，直到他遇到了另一个怪人文种。文种当时是宛地的县令，听说本地有个叫范蠡的年轻人，脑子不太正常，喜欢观星象、算物价。出于好奇，文种决定去见见他。见面的地点不在官府，不在高堂，而是在宛城一条僻静小巷里的破烂小酒馆。那天的场景，如果拍成电影，肯定很有意思。两个未来的灭武总设计师坐在油渍麻花的木桌前，桌上摊开的不是竹简，不是帛书，而是范蠡手绘的皱巴巴的几幅图。一幅是星图，画得歪歪扭扭；一幅是中原各国地形草图，还有一幅最绝，是范蠡自己琢磨的诸侯国力对比图表。上面用只有他自己懂的符号标注了各国的人口大概数、主要出产、国君的性格弱点，甚至还有边境守将的受贿喜好。文种看着这堆鬼画符，没笑也没骂，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抬头问：你看这些，想做什么？范蠡给他倒了碗烈酒，说得直白：找工作，找个能让我把这些东西用出来的地方。文种乐了：那你觉得哪里能用？范蠡的手指在地形图上划过，最后点在了东南角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越国这儿。文种有些意外，当时南方的吴国在阖闾、伍子胥治理下，正如日中天，是区域小霸王。越国只是个经常被欺负的小弟，为何是越？何不去更强的吴国，或者你的故国楚国？那里舞台更大。范蠡摇摇头，喝了口酒，眼神里有一种棋手审视棋盘的光。舞台太大，棋子太多，下棋的人就更不会听我这个新手的。去吴国，伍子胥太强，没我的位置；回楚国，宗室盘根错节，我的楚国外地户口更难出头。越国好，他弱，弱才好。他指着图表上自己标的注记，你看，越国地方小，人少，勾践刚即位，年轻还没成老油条。最重要的是，他被吴国打怕了，有危机感，一个又弱又怕又有上进心的老板。他顿了顿，笑了笑，才是最能听进去话的老板。而且他背靠大海，有退路，有发展的空间。弱恰恰是他最大的机会，一张白纸才好画画。强国有强国的包袱，弱国只有求生的欲望。欲望比包袱好对付。这次谈话奠定了未来20年吴越争霸的底层逻辑。两个非典型知识分子，一个擅长宏观战略和外交，一个精通权谋、经济和人心算计，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创业团队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去大公司当螺丝钉，而是挑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初创小企业，
准备玩一局惊天逆袭。于是他们南下入粤，见到了正为吴国威胁而头疼的年轻君主勾践。范蠡展示了他那些奇技淫巧，预测天气，指导农耕，整顿市场，增加税收，甚至训练士兵如何利用粤地多山多林的地形打游击。勾践虽然将信将疑，但死马当活马医，还真用了一些他的办法，国力居然慢慢有了起色，这让勾践开始信任这个怪才。可好景不长，公元前494年，因为一次边境摩擦，勾践在没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听了手下激进派的鼓动，决定先发制人攻打吴国。结果在夫交被打得满地找牙，一路溃逃，最终被围在了我们开头说的会稽山。这才回到了那个耻辱的夜晚。勾践看着漫山遍野的吴军火把，看着身边面如死灰的士兵，绝望了。他拔出剑，想自我了断。君王死社稷，也算留个身后名。就在剑锋即将割喉的瞬间，又是范蠡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大王不可！勾践红着眼，不自杀，难道去给夫差当奴隶受辱吗？范蠡死死攥着他的手腕，声音急促但清晰。大王，您听过一句话吗？持满者与天定，轻者与人，劫者以地。他看着勾践迷惑又绝望的眼睛，说出了那句更直白、更粗糙，但也更管用的话：认怂不丢人。丢人的是，认完怂不知道咋翻身。我们现在是打输了，但人还在，地还在，会稽山还在。只要人活着，地能种出粮食，山能藏住兵，就还有机会。现在死了，痛快是痛快，可越国就真亡了。去给夫差当牛做马是屈辱，可活着才能等到把屈辱还回去的那一天。这番话像一盆冰水混合物浇在勾践头上，冷是绝望的冷，冰是必须活下去的刺痛。勾践的剑当啷一声掉在泥土里，他看了看范蠡，又看了看身后那些望着他的充满恐惧和最后一丝期盼的眼睛，最终缓缓放下了君王最后的体面，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活下去，像奴隶一样活下去。这个选择开启了春秋末期最传奇也最残酷的20年复仇篇章。而范蠡这个一手把勾践从自杀边缘拉回来，又把他推向为奴之路的总设计师，他的真正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勾践和范蠡等一干重臣被作为战利品和人质押往吴国都城姑苏，那不是看凯旋，是游街。吴国人挤在道路两边，对着这些曾经的敌人扔烂菜叶，吐口水。勾践低垂着头，范蠡却微微挺直了背，眼睛平静地扫过街道、房屋、商铺，甚至观察着吴国士兵的铠甲制式和普通百姓脸上的神情。他在计，在算。对于一个精算师来说，屈辱是情绪，而数据才是武器。到了吴国，夫差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去养马，不是当马夫头子，是真马夫。勾践、范蠡还有几个一起跟来的越国大臣，被扒掉诸侯的服饰，换上粗布短打，圈在吴王宫外的马厩里，白天铡草喂料，清理马粪，晚上就睡在干草堆上，和马匹的骚味儿、粪便的臭气为伴。这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是最极致的羞辱。目的是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摧垮你作为人，尤其是作为王者的尊严。范蠡很清楚，夫差留他们不死，不是为了仁慈，而是为了炫耀胜利，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虚荣心。所以他们不能表现出任何骨气，那会激怒夫差，但也不能真的变成行尸走肉，那会失去被观赏、被玩弄的价值，反而可能被随手处理掉。于是，在臭气熏天的马厩里，在守夜吴兵听不到的角落，范蠡开始对勾践进行特训，
训练的不是剑法，不是兵法，而是微表情管理和行为心理学。大王，下次夫差过来巡视，骂您的时候，您不能只是低头。范蠡低声说，手里还假装在整理马鞍，那该如何？勾践的声音干涩，您要显得害怕又不甘心，您心里还有火。勾践不解，让他看出我不甘，不是更危险？不，范蠡摇头，一个彻底认命、心如死灰的奴隶是没有价值的，随时可以杀掉，但一个害怕他，却又不得不屈服于他，同时心里还藏着不甘和仇恨的失败者，对他来说更有饲养的快感。他会想，看这家伙恨我，又干不掉我，只能乖乖给我养马，这能极大满足他的虚荣。而且他不怕您不甘，他自信能永远压住您。我们要利用的就是他的这份自信，或者叫傲慢。而夫差身边还有2个重要的配角，一个是伍子胥，眼神像老鹰一样锐利的老臣，他太清楚勾践和范蠡是危险人物，无数次劝夫差，越王是心腹之患，此人能忍，范蠡是奸雄，必为吴国大忧，宜早除之。他的话句句戳在范蠡的死穴上。另一个是太宰伯奇，这是个精致的利益动物，聪明、贪婪，懂得享受，也懂得察言观色。他看出夫差喜欢饲养勾践这份成就感，便顺着夫差的心意说话，同时他也不忘给自己捞好处。范蠡的破局点就在伯控身上，直接送钱太俗，也容易留下把柄。范蠡动用了自己早年经商埋下的人脉网，他有个弟弟，一直悄悄经营着跨国商队。范蠡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给伯奇送了一份礼物，不是金银，而是一批来自楚国郢都的上等香樟木料，附带了一句话：听闻太宰故乡的宗祠年久失修，此木料或可略尽绵力，以表对太宰孝心的敬意。你看这话说得多漂亮，我不给你行贿，我是敬佩你孝顺，帮你修祠堂。伯得是楚国人，流亡到吴国，对故乡宗祠有感情，这份礼物送到了心坎上，又避开了直接的钱权交易，伯奇收了，心里自然有数。从此在夫差耳边关于如何处置勾践的枕头风里，就多了一种宽厚仁德、彰显大王气度的声音，巧妙平衡着伍子胥那杀气腾腾的进言。日子就在这种极度压抑和精密的算计中一天天过去，直到那件事的发生。这件事彻底把勾践的表演推向了巅峰，也把范蠡的谋算刺入了夫差心理防线的最深处。夫差病了，病得很重，卧床不起，宫里宫外传言纷纷，甚至有说大王恐怕挺不过去了。伍子胥趁机再次进言，要求立刻处死勾践这个祸患，以免大王有事。勾践趁机作乱，消息传到马厩，勾践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可能真的到了。范蠡却沉思良久，然后对勾践说：大王，您的机会来了，去探病，然后请求尝一尝大王的粪便，为他诊断病情。勾践当时差点吐出来，以为范蠡疯了。尝粪，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已经不是羞辱，是彻底把自己当牲畜了。范蠡按住他，眼神冷静的可怕。大王，这不是尝粪，这是尝一条生路。夫差多疑，但也重情，或者说是重面子。您这样做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表忠心，表到突破所有人的想象，突破所有人的底线。勾践看着范蠡，浑身发抖，最终在求生的本能和复仇的执念驱使下，他去了。他跪在夫差的病榻前，在宫女、侍卫、大臣们震惊、鄙夷、恶心的目光中，真的用手指沾了夫差的粪便，放进了嘴里。
然后他根据范蠡事先紧急培训的粪诊知识，说出了粪便的味道、性状对应的病情判断，并预言夫差几天内就能康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夫差果然如期病愈，被深深感动了。一个君王为了给自己诊病能做到这个地步，这已经超出了表演的范畴。在夫差看来，勾践的尊严已经被彻底碾碎，灵魂已经被完全征服。他大手一挥，不仅打消了杀勾践的念头，甚至动了怜悯之心，觉得这个可怜虫已经不足为虑。3年，整整3年，马厩为奴，尝粪求生的岁月。这3年，范蠡没有写过一条妙计，没有出过一个奇谋。他做的所有事情归结起来就是像最高明的心理医生，也像最冷酷的驯兽师，精心调配着夫差的傲慢、伯寇的贪婪、伍子胥的焦躁，以及勾践那混合了极致屈辱和疯狂恨意的求生欲。吴王宫的马厩成了范蠡最残酷也最深刻的一所大学。在这里，他拿到了关于人性的最高学位，而接下来他和勾践将要带着这份用屈辱换来的毕业证书，回到那片满目疮痍的故土，去开始一场名为复仇的、更加庞大也更加精密的社会实验。3年人质岁月，像一道在血肉上慢火细微的烙印。公元前491年，因勃起的美颜和夫差那被充分满足的虚荣心，勾践和范蠡终于被赦免，获准返回越国。踏上故土的那一刻，勾践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宫，而是直奔祖庙。他跪在祖宗牌位前放声痛哭。但范蠡站在庙门外，看着远处荒芜的田野、河面有菜色的百姓，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眼泪很廉价，真正昂贵的是如何把这3年屈辱折算成未来翻盘的成本。他知道吴国这头猛虎只是暂时打盹，夫差的仁慈随时会变成屠刀，越国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从一滩烂泥变成一块硬铁，而这需要的不是激情，不是口号，而是一套精密、冷酷、高效到极致的系统。范蠡这位曾经的怪才，此刻正式转型为国家总工程师，启动了一场春秋末期最恢宏也最隐秘的社会改造实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场国家级的 PUA， 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一整个国家机器和全体国民进行心理和行为的重塑。第一招，人口就是生产力。范蠡颁布的政令里有一条非常直白，直白到有点粗俗：壮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妇。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小伙子不准娶老太太，老头子不准祸害小姑娘，都给我找适龄的配对，赶紧生孩子去。这政策在今天看来简直政治不正确，但在当时就是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战争消耗的是什么？第一是粮食，第二就是青壮年男性。会稽山一败，越国青壮年男性死了多少？劳动力缺口和兵源缺口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补上。范蠡才不管什么浪漫爱情，他要的是人口增长曲线。为此他配套了奖励政策，生得多赋税减，生儿子官府赏酒赏肉，如果生了双胞胎甚至3胞胎，官府直接派保姆。他把生育变成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光荣的生产竞赛。第二招，经济要活，2条腿走路，光有人不行，还得让人吃饱，让国库有钱。范蠡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前卫的经济思想：农墨俱利。墨在古代指商业，常被轻视。范蠡却说，农业和商业就像人的2条腿，缺一不可。农业是根基，要全力保障。他观察天象，总结耕种时节，兴修水利，甚至规定农民可以用粮食抵偿部分罪责。但更绝的是他的商业操作。他发现越国绍兴一带的泥土粘性好，适合烧制陶器，
于是他秘密组织了一批工匠，改进技术，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陶器，然后通过他那早已暗中恢复的商队网络，将这些陶器运到吴国、楚国，甚至更远的齐国去卖，换回越国急需的粮食、铜铁、布匹。吴国人用的陶罐可能是越国烧的，赚的钱变成了越国士兵的刀剑。这种以貌养战，夫差和伍子胥很难察觉，因为商品流动本身是正常的。范蠡把经济战打在了敌人的盲区里。第三招，情报网。美人是表象，信息是内核。当然，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关于西施，历史上是否真有西施其人，学者有争论，但美人计的策略确实存在。在范蠡手里，这远不只是送个美女去迷惑夫差那么简单，他亲自参与选拔和训练这些女子，这些女子成为安插在吴王宫最深处、最不起眼的传感器，将吴国权力中心的细微变动编织成一张隐秘的信息网，源源不断传回越国。夫差搂着美人沉醉时，他怀里可能是一个冷静的记录员。这场宏大实验的总指挥范蠡和具体执行者之一的文种开始出现微妙的分歧。文种是出色的执行官，他提出了灭吴9术，条条毒辣。他沉浸在复仇蓝图里，目标是清晰而单一的，搞垮吴国。有一次两人巡视新建的冶铁作坊，炉火映红脸庞，文种踌躇满志：少伯，照此下去，10年生聚，10年教训，20年后必能雪耻。范蠡看着4件的铁花，却问了句：然后呢？文种一愣，然后越国称霸东南啊。范蠡摇摇头，声音有些飘忽：称霸之后呢？北上与齐晋争锋，南下与楚争雄。仇恨是个好发动机，能推着我们跑得飞快，但它不是方向盘啊。老兄，发动机一直烧着，找不到该去的方向，最后会不会把车也烧了？文种觉得范蠡想太多。大仇未报弹劾以后，这是理念的初次碰撞。文种是复仇逻辑的完美执行者，范蠡却开始审视复仇这个目标本身的意义和边界。时间在越国叮当作响的冶铁声和婴儿啼哭声中流淌了10几年。吴国那边，夫差忙着北上中原争霸，与齐晋会盟，梦想着当天下共主。伍子胥的忠言越来越逆耳，终于被赐死。吴国的精锐和国力在一次次的远征中不断消耗，而越国在范蠡打造的系统中，像一只沉默的蜘蛛，悄悄织好了网，肌肉悄悄鼓胀起来。公元前482年，机会来了，夫差率吴国主力远赴黄池，与晋国争盟主。国内空虚，勾践迫不及待要动手，范蠡却摇头，未至其时。他要等夫差在黄池陷入与晋国的僵局，进退两难时，才是最佳出击时刻。勾践急得嘴角起泡，范蠡稳如磐石。他在进行最后一次压力测试，测试勾践的耐心，也测试自己对时机把握的精准度。终于，消息传来，吴晋两军在黄池对峙，剑拔弩张。范蠡一拍案几，就是现在。越国数万经过10几年严格训练、装备精良的军队，如同决堤洪水扑向吴国。关键一战在利泽打响。此战，范蠡展现了他军事设计中强迫症级别的完美主义。他用了左右具足之阵，把军队分成左右、中3军。左右2军率先渡河进攻，但接战后不久就假装溃败向后奔逃。吴军一看，越军不过如此，轻敌冒进，全力追击溃逃的越军左右翼。中军阵地暴露了，计划执行的近乎完美，吴军大败，主力被歼，太子友阵亡。消息传到黄池，正在和晋国使者为了谁先跟血盟誓，谁当老大
而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夫差，如遭雷击。为了稳住局面，他甚至杀掉了7个跑来报信的士兵，封锁消息，强行从晋国那里争到了盟主之名，然后仓皇撤军。但这虚荣的盟主头衔已毫无意义。吴越形势彻底逆转。然而，就在越军高歌猛进、追往逐北的战场上，范蠡却看到了一丝让他心寒的景象。中军大旗下，勾践望着漫山遍野溃逃的吴兵，望着燃烧的吴军战车，他的脸上没有范蠡预想中的释然喜悦，甚至没有大愁将雪的激动。他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饥渴，那不是对胜利的渴求，更像是对杀戮、对征服、对碾压敌人这种权力快感本身的沉迷。那是一种被压抑了20年，突然决堤的、近乎兽性的欲望。范蠡心里猛地一沉，这台仇恨机器在完美运转，输出强大动能的同时，似乎也为自己培养出了一个沉迷于动能本身，而可能忘记初衷的驾驶者。接下来的几年，越军围困吴都姑苏，这是一场漫长的围城。吴国毕竟是100年强国，瘦死骆驼比马大，姑苏城高池深，粮草充足，一时难以攻下。围城战变成了消耗战。一天，范蠡和文种在营外视察，看着连绵的营垒河面有倦色的士兵，文种自信地说：“少伯，围城3年，夫差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必降。我们赢了。”范蠡却望着远处炊烟稀少的越国营区，问了个似乎不相干的问题：“文种，围城这3年，我们越国百姓的赋税加了4次了吧？”文种一愣，随即不以为然：“成大事者不惜小费，灭吴在此一举，百姓暂时苦一点，也是值得的。小费？”范蠡转过头，目光锐利：“什么是大事？灭了吴国是大事，那灭吴之后呢？越国的百姓能因此吃得更饱，穿得更暖吗？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复仇，还是为了最终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过得更好？如果复仇的代价是让本国百姓也长期负重，那这场复仇的意义是不是在某个环节已经变了味？”文种被问住了，他无法理解范蠡为何在胜利前夕想这些迂腐的问题。两人不欢而散，范蠡的怀疑更深了。战争这台机器一旦开动，就会产生自己的逻辑消耗的逻辑，仇恨增值的逻辑。他开始绑架当初启动他的人，甚至绑架一国的民生。夫差被困绝境，仿效当年勾践，派使者袒露上身，跪行出城向勾践乞降，愿为越王之臣，切愿献出国家，只求一条活路，哪怕去给你养马。历史仿佛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勾践看着苦苦哀求的吴使，那一瞬间他动摇了。他想起了自己在会稽山的绝望，想起了在吴国马厩的3年，那一丝恻隐，或者说是某种对历史轮回的微妙敬畏与恐惧掠过他的心头。他犹豫了，甚至可能想说出那句允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范蠡炸了出来。他没有请示，直接走到战鼓前，抢过鼓槌，用尽全力擂响了进攻的战鼓。隆隆鼓声震碎了姑苏城头最后一点希望，也震醒了犹豫的勾践。越军听到主帅鼓声，以为王上决心已定，全线发起最后总攻。事后勾践有些不满，也有些后怕，问范蠡：“彼时夫差求降，寡人并非不可考虑，少伯何故如此急切？”范蠡的回答冷酷得像一块寒铁：“大王，您吃过屎，就不能再给别人有吃屎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姑苏城破，吴国灭亡，夫差自杀，临死前以布掩面，曰：“吾面目见伍子胥于地下。”消息传回越国，举国狂欢。20年的屈辱，20年的隐忍，
20年的卧薪尝胆，在这一刻化作冲天的欢呼和泪水。勾践，这位曾经的马夫长奋者，被拥戴为新的东南霸主。庆功宴设在翻修一新的越王宫中，盛况空前。殿堂之上，钟鸣鼎食，编钟悠扬，舞女翩跹，美酒像河水一样流淌，烤肉的香气弥漫每一个角落。功臣们个个红光满面，高谈阔论，回忆着峥嵘岁月。勾践高坐主位，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朝贺与赞美。这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光芒万丈。范蠡坐在功臣席的首位，但位置被微妙地安排得比文种靠后半尺。这半尺的距离，在喧闹的宴席上几乎无人察觉，但落在范蠡眼里，却像一道深深的沟壑。他面色平静，接受着同僚的敬酒，眼神却像最精密的仪器扫视着全场。他看到勾践的笑声很洪亮，但笑意很少到达眼底。当舞女旋转着经过玉座前时，勾践的指尖在案几上无意识地缓慢敲击着，那是他在吴国为奴时，心里焦虑盘算时常有的小动作。范蠡还注意到，大殿角落侍卫长的右手一直似有似无地搭在剑柄上，目光低垂，却并未放松对席间的扫视，尤其是在他和文种的方向，会有不易察觉的短暂停留。酒过三巡，勾践似乎醉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玉座，来到范蠡面前，亲手为他斟满一杯酒，然后用力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带着醉意，却字字清晰：少伯，寡人有今日，全赖少伯之力。来，满饮此杯。群臣附和，欢声雷动。范蠡躬身接过，一饮而尽。勾践凑近了些，浓重的酒气喷在范蠡脸上，他依然笑着，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含糊又清晰地说：然，少伯知我太多。说完，他哈哈大笑，转身又去拍文种的肩膀。那笑声在喧闹的大殿里被淹没，但在范蠡耳中，却如同冰锥坠地，清脆而寒冷。那句话不是醉话，是试探，是警告，是权力对知情者本能的不安与清洗欲望的初次流露。知我太多，这多包括会稽山的绝望，包括马厩的粪便味，包括那些不堪回首的屈辱细节，也包括如何算计人心，操纵人性的所有手段。一个君王如何能容忍一个完全洞悉他所有脆弱与不堪，并且有能力复制这一切的人，长久地活在身边？盛宴未散，范蠡的心已冷透。他看到了剧本的最后一页，那里没有封侯拜相的荣耀，只有鸟尽弓藏的必然。他不是伍子胥，他不会等到赐死的鼠漏箭送到面前。深夜，他敲开了文种的门，文种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和未来的宏图中，对范蠡深夜来访有些惊讶。走吧，文种。范蠡开门见山，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文种愕然，随即失笑：少伯何出此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道理我岂不知？可如今飞鸟未尽，狡兔未死啊！东南虽定，天下未安。楚国虎视眈眈，中原诸侯纷争。正是你我大展宏图之时，大王焉能自毁栋梁？范蠡看着他，眼中有一丝复杂的怜悯。这位老友精通谋国之术，却始终未能参透权力对人心的腐蚀问题，恰恰就在于此。范蠡缓缓道：你的存在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醒大王，世界上永远有下一只鸟，下一只兔子。文种听得脊背发凉，但仍固执地摇头。他不相信，或者说不愿相信，20年的呕心沥血怎能就此放手？他劝范蠡别多想，大王只是酒后失言。范蠡知道话已至此，多说无益。他离开文种的府邸，
抬头看了看越国都城晦暗的星空，心中一无波澜。第二天，范蠡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他没有偷偷摸摸溜走，而是大张旗鼓地去见勾践，请求封赏。勾践心情复杂，既松了一口气，又有些好奇，便问他要何赏赐。范蠡说：臣别无所求，只求大王赐臣几艘旧船，一批宫中积压无用、略显残破的陶器，再拨给臣几十个老弱不堪驱使的船工即可。臣愿泛舟五湖，做些小买卖，了此残生。满朝文武听了，差点笑出声。破船、滞销陶器、老弱船工，这范蠡是灭吴把脑子累坏了，还是真的淡薄到了傻气的地步？勾践也愣住了。他设想过范蠡要封地，要财宝，要高位，甚至想过他可能什么都不要，但万万没想到他要这些破烂。勾践盯着范蠡看了许久，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丝毫掩饰或讥讽，但只看到一片坦然和平静。最终勾践哈哈大笑，挥挥手，准了。少伯既有此雅兴，寡人岂能不成全？他笑，是因为他觉得范蠡真的废了，要这些破烂，无异于自断羽翼，自求于江湖，再无威胁。他放心了，管库官领命，窃笑着给范蠡准备了最破的船、最次的陶器、最老弱的船工。所有人都觉得这位绝世谋臣晚年怕是要落魄江湖，与渔樵为伍了。他们不懂，这是范蠡最后的，也是最精妙的一次测试和表演。测试的是勾践。如果勾践连这点破烂都吝啬，或心生疑虑不让走，那说明杀心已炽，毫无转返的余地。范蠡可能需要更极端的脱身方式，而勾践大方应允，甚至带着一种轻蔑的慷慨，恰恰说明在此时此地，勾践的安全感暂时压过了猜忌心。范蠡的自污和自废成功了，他获得了宝贵的不被立刻追杀的出逃窗口，表演给所有人看。他要让所有人都认为他范蠡傻了、废了、不足为虑了。一个带着金银财宝、精兵强将消失的功臣是心腹大患，一个带着破船烂陶、老弱病残离开的疯子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谈，笑谈不会引来追兵。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范蠡带着他那支滑稽的船队悄然离开了越国都城，没有告别，没有回头，他像一滴水融入了茫茫太湖的烟波之中，留下的是勾践心中一块终于落下的石头，是文种半信半疑的忧虑，是一个即将成为传说的背影，和一段刚刚拉开序幕的更加不可思议的人生。在这场最高权力的盛宴上，范蠡闻到了毒酒的味道，他没有试图去分辨酒中是什么毒，也没有去考验送酒人的耐心，他直接站起身，礼貌地告辞，然后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广阔的新天地。太湖的烟波吞没了范蠡。不久后，在齐国海边的一片盐碱荒滩上，出现了一个名叫韩夷子皮的怪人。韩的夷是皮囊的意思，子皮大约就是皮先生。这个名字带着一种自嘲和放荡。我不过是个皮囊，里面装过什么不重要了。皮先生带着他那点可怜的启动资金，几艘破船和歪瓜裂枣的陶器，开始创业。他的做法再次让人瞠目。第一次组织人手出海贩运，他故意选择了一条不熟悉的航线，结果遭遇风浪，货物损失大半，血本无归。回到岸上，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躲债，而是变卖了自己仅有的随身物品，甚至向人借贷。按照事先约定的最高价，赔偿了所有货主和雇工的损失。一时间，石夷子皮这个名字在沿海商贩和渔民中成了傻帽和诚信的代名词。很多人笑他傻，但也有更多人觉得跟这么个傻实在的人做生意，亏不了信誉。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被范蠡用一次战略性破产牢牢地建立起来。他用最小的成本购买了最昂贵的商业资产，信任他开始真正展现那曾经用以谋国，如今用来经商的恐怖天赋。他教渔民根据潮汐、风向、云象判断鱼群，但立下规矩：渔网网眼不能太密，捕到大肚子的母鱼要放生，每次出海最好捕3放1。渔民不解，抓到的鱼放回去，哪有这等事？皮先生一边修补渔网，一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把大鱼、小鱼、鱼爹、鱼孙子一网打尽，明年后年你补什么？做生意不是挖矿，挖完就没了。做生意是种地，你得留种，得轮耕，得让水里的鱼也有生养休息的时候，这生意才能长久地做下去。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在2000多年前从一个逃犯口中说出。他利用各地物产差价和信息不对称，低买高卖。他精确计算货运成本、仓储损耗、货币汇率。很快，皮先生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增长。短短几年，他积累了巨万资财，成了齐国首富。齐王听说了这位商业奇才，派人请他做相国治理国家。范蠡答应了。他用了3年，让齐国国力大增。然后在某个清晨，他再次挂印封金，散尽家财，带着家人悄悄离开，只留下一句感慨：居家则治千金，居官则治卿相，此不义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在家里当老百姓能赚到顶级财富，做官能做到最高级别，一个普通人到这步就到顶了，长久享受这么高的名声不吉利。这是他第一次散财，不是挥霍，而是他清晰地感觉到，财富和权力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吸引不必要的目光和危险。他要的不是聚宝盆，而是一个能持续涌出清泉的活水源头。他迁居到陶地，自称诸公，人称陶朱公。这里四通八达，是天下商业中心。他白手起家，再次凭借对周期的把握，对供需的洞察，没过几年又一次富甲天下。钱多到一定程度，他再次散财，周继宗族相党，然后再次积累，再次散财。这就是著名的3聚3散。在离开越国的某处烟波之中，范蠡的船上或许却有西施的身影，没有迷人的歌舞，只有劫后余生的沉默。西施望着茫茫湖水，终于问出了一直萦绕心头的疑问：先生为何带我走？是因我容颜未老，尚可利用吗？范蠡没有看他，他也在看水，声音平静：因为你需要忘记自己是西施，而我也需要忘记自己是范蠡。西施默然，在某一个港湾，他们平静地分道扬镳。西施隐没于民间，或许嫁给一个平凡渔夫，终于可以因为是自己而被爱，或至少被遗忘。范蠡继续他的漂泊与商业版图。这不是爱情童话，这是2个被历史巨大力量使用过的灵魂，在风暴过后，对彼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慈悲，给予对方消失于历史洪流的自由。范蠡的晚年定居于陶，富可敌国，儿孙满堂。然而命运还是给了他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人性测验。他的小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判死罪。范蠡说：杀人偿命固然，但千金之子不死于世。意思是富贵人家的孩子不该在闹市被公开处决，太丢人。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千金去楚国找老朋友庄生疏通。他的大儿子不干了，觉得派小儿子去是看不起自己这个长子，以死相争，要求自己去。妻子也哭求范蠡无奈，只得让大儿子去，并叮嘱到楚国把千金全部交给庄生，一切听他安排，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庄生，奉上千金。庄生家很穷，但以廉直闻名，楚王都尊他为师。他收下钱，对大儿子说：“你快走，千万别留在楚国，等你弟弟放出来，也别问原因。”大儿子却自作聪明，想着千金不是小数目，又偷偷留在楚国，用自己另外带的钱去贿赂其他楚国权贵。庄生入见楚王，说：“我夜观天象，某星宿移动到某位置，对楚国有害，宜修得赦免囚犯，以化解楚王素来信任庄生，便下令封府库，准备大赦。”消息传出，接受大儿子贿赂的权贵跑来报喜：“你弟弟有救了，楚王就要大赦了。”大儿子一想，既然要大赦，弟弟肯定能出来，那送给庄生的千金岂不是白花了？心疼之下，又跑去见庄生。庄生吃惊：“你怎么还没走？”大儿子支吾：“听说楚王要大赦，我弟弟自然得救，特来向先生告辞，言下之意，想要回金子。”庄生瞬间明白了他的心思，感到受了极大的羞辱，便说：“金子就在屋里，你自己去拿吧。”大儿子还真进去拿走了金子。庄生羞愤交加，觉得被这蠢小子戏弄，转头又去见楚王说：“我上次说星象之事，大王行得赦免，可现在外面流言纷纷，说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关在楚国，他家拿了很多钱贿赂大王左右，所以大王不是为了楚国才大赦，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啊！”楚王大怒：“我岂是那种人？”当即下令，先按罪杀了陶朱公的小儿子，第二天再下达大赦令。大儿子最终拉着弟弟的尸体和那千金回到了陶地，全家痛哭。只有范蠡在最初的背后苦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他会害死弟弟，他不是不爱弟弟，是因为他小时候跟我一起经历过创业艰难，知道钱财得来不易，所以吝惜财物。而小儿子生下来就见我家富贵，乘豪车，骑骏马，不知钱财艰难，所以能挥金如土，不吝啬。我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舍得钱，大儿子舍不得，所以害死了弟弟。这是天数，早就注定了。从他出发那天起，我就在等着丧信了。旁人听了无不悚然。谋生到了最后，连自己家庭的悲剧都看得如此透彻，算得如此冷静。这冷静背后是洞悉人性弱点后的巨大悲凉，也是与命运达成和解的极致淡然。他算尽一切，却无法改变骨肉性格中因经历不同而刻下的烙印。这或许是命运给他这个计算天才开的最后一个也最残忍的玩笑。而他的老朋友文种，结局则印证了他当初最冷酷的预言。文种没有听范蠡的劝告，留在越国。不久，有人诬告文种谋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正是当年夫差赐死伍子胥的鼠漏剑。赐剑的使者还带来了勾践的一句话：“先生教给寡人灭吴的9种方法，寡人只用了3种，就灭了吴国。剩下的6种还在先生那里，请先生带着这6种方法去地下为寡人的先王效劳吧。”文种仰天长叹，悔不听范蠡之言，伏剑自杀。历史的回响有时就是这样冰冷而对称。